Hello，兄弟们，Hello。今天来晚了吧？在路上了呀，也不能飞过来，对不对？今天来晚了吧，兄弟们，来晚了。Hello。BLG 北上1吹3，哎。BLG 就没人尽力了吧？BLG 就没人尽力了吧 ？BLG 不对 ，BLG 是冰尽力了，冰是真尽力了，冰是真尽力，跟你太猛了啊！冰是真尽力了。冰尽力了呀，兄弟们，冰尽力了啊！冰尽力了啊！阿斌尽力了，阿斌挺有种的，阿斌比369有种，369一看就糯的，阿斌嘛一看就是像是一个敢站出来的人，这两个人之间的区别。超伟太猛了！铁蛋兄弟们，一人1个赞啊！一人5一个赞。什么叫什么都懂啊？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不懂英雄联盟的比较少吧？我就算玩的比较好的，看比赛看的比较早的，太正常了呀！我这年龄段的人本身就是以这个 NBA， 对吧？而且我从小又是属于那种喜欢玩的人啊 ，NBA 包括这个 LPL 啊，英雄联盟。最开始还看 CF 白鲨啊，你太多了，不很正常吗？齐永东强送你呢，齐母总走詹霍杜的路我都支持，别走科比的路就行了。科比的路怎么了？科比有什么问题吗？科比在体育史上绝对是一个永远不会被别人忘记的人物。我们聊体育，别聊私人生活，对吧？啊，私人生活上科比确实有他自己的问题，但在竞技舞台上，科比是非常伟大的。他的曼巴精神啊，是感染了一代体育人，甚至感染很多体育人的啊，包括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叫做训练设施、训练方法，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传递的这个正能量，对吧？啊，科比是没问题的呀，科比啊，如果是姆巴佩能在竞技能力上去走到科比的这个路上，那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你这个私人生活上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每个人私人生活肯定都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但是科比的关于竞技精神，那个曼巴精神，对吧？不到最后不放弃，是吧？啊，努力训练啊，克服自己，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叫做精神属性啊！点赞兄弟们，一人5一个赞啊！一人5一个赞。随心而行送你呢？福登强在哪些方面？这赛季进步非常大吗？福登强在哪些方面？福登这个球员，他强在有很好的转身啊。福登作为打这个边墙腰，他有着很好的在肋部之间接球转身的功能，同时呢，有着不错的推进、不错的速度。不错的对抗啊，不错的这个传递啊，是一个很好的在中前场能够形成前置、形成突击，一个中前场比较全能的选手。相对来讲呢，福登就唯一就在他这个慢的这个上面做的不够好，他现在快的已经很好了啊，但是慢没做好
什么叫慢呢？你看真正的顶级中场大师，对吧？他是快慢结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福登现在是有快无慢啊，有慢无快啊。他很多时候呢，他在慢上面做的其实没有说是类似于其他中场大师那么好，但是还有进步空间啊，还有进步空间，蛮灵的啊，蛮灵的。昨天哪个边角料跟我说那个什么且试天下好看，我去，看得我们尬的脚趾头抠出31听，一塌糊涂。草莓管理员刷了会小博，原来 J Club 是种信仰是吧？啊，J Club 经历了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喷 J Club。那比赛输了跟 J Club 有关系吗？大嘴前期英雄，德莱文是后期英雄，被线杀，被大嘴线杀不是很正常吗？对吧？而且你要知道，你有被动呀。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多少人不玩的，你可能很多年不玩，你不知道大嘴是前期英雄，大嘴前期很厉害，大嘴前期6个技能啊，大嘴你们这帮人真是，我觉得而且大嘴还有被动啊，我觉得对于这些人真是尬黑啊，这个大武很强，真的很强啊，蛮猛的大嘴吧前期英雄嘛，杀你德莱文，你德莱文大后期不很正常吗？管理员送你的啊。感觉 MSA 不如老头杯。英雄联盟啊，已经走了纯正的下坡路了啊！自从这个赛季是不好看也不好玩，真的，R片这个赛季是既不好看也不好玩。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感觉玩的反正也怪怪的，看比赛嘛也怪怪的，没什么意思。下一个啊，猫都不养猫，恭喜曼联捧得足总杯 ，Come on CD。我现在想什么呢？就是曼城啊，下场比赛啊，你说如果说打这个西汉姆，轻松拿捏，是吧？然后呢，球队放松大意，连喝5天，疯狂庆祝。曼联这种戏，曼联昨天展示出了不俗的竞技状态。看到滕哈格昨天在这个带那个老特拉福德演讲没？我看完之后，我整个人都感动了。什么样的顶级教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着全场人都在喊，对吧？那非常激情啊！我看还能找到吧？我给你们听一下啊，非常激情，滕哈格，我觉得演讲绝对教科书版的，比雷军演讲小米苏七还感染力还强啊！感染力太强了。拜仁太搞笑了，滕哈格留任了啊！那个谁，图赫尔留任了。看看他的演讲啊，给你们听一下啊。我去，他说我发誓，我们这些人每天都会努力，我这帮队员每天都会努力，每天都会努力，会尽全力以赴帮助你们啊，为你们带回足总杯冠军啊！滕哈格非常的霸气啊，曼联已经赢了，我感觉你看瓜图有这种霸气吗？瓜图天天他妈敲木鱼，没有我们滕子有霸气啊，伟大啊，伟大 ，everything， 最后还是输给了 everything。讲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尴尬，我看着我觉得蛮得劲的。我觉得滕哈格说实话啊，他这番演讲还是非常具有这个精气神的，对吧？你瓜子瓜迪奥拉每次都是哎呀我们怎么样，哎呀你怎么样看运气，没有滕哈格的霸气啊！每年单线作战啊，每年抓一杯赛，马上休赛期了，我准备开启我的这个 FM 之旅，漫红之旅，把我那个档玩一玩啊！行兄弟们，让看看我的这个水平啊！新伟酒店交易场，我们皇马是不可战胜的。欧冠加油，奇嗨加油！那个图赫尔要留任，你不知道吗？我今天刚刚看到这个新闻，我感觉就有点夸张了啊！真留任啊！上次打完比赛之后，我以为这个图赫尔说的他们很清楚了，他说我们要走，站着走，对吧？站着离开，是吧？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肯定要走了。结果这哥们还真留任了，据德国天空记者，普勒滕贝格的消息，
普洛滕哈格的消息，图赫尔将继续担任拜仁主帅，双方正在讨论合同年限。我去，还有这回事？图赫尔就这个赛季干成这样了，还能有这回事的？现在好像除了这个，就当时我们讲的时候是五绝都留任了，克洛夫走了。但是五绝啊，只有这个克洛夫走了，五绝全留下来了。你这玩意儿你能受得了吗？我觉得现在这个足坛，其实有些时候对于这个主教练有点幽默了啊，实话实说，这有点幽默了啊。味圈真大啊，离婚冷静期都来了。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个赛季打下来，哈维、皮奥利走了啊，皮奥利走了，哈维、皮奥利会走的吧？皮奥利不会留下的吧？是吧？哈维、泰尔基奇、恩里克、哈维、图赫尔，是吧？啊，只有一个，还有滕哈格啊，结果最终只走了一个皮奥利啊。下一个啊，欧洲杯的3点池，纳迪离开巴黎，恩嗨甚至都不知道，只有母总记得，其记得当时离退役的时候和教练球员都是怎么告别的。没有什么告别啊啊！其实我跟你讲，在现在的资料当中，我应该还是待业中，当时都不让我进更衣室了，告个毛别。当时我还有身上有1年合同啊，上有1年合同，但是他不让我进更衣室了。然后后来我再回基地那一次呢，就是苏宁解散了。苏宁解散之后呢，我当时已经成立企业了，然后有一个小球员，我帮他推荐到什么哪个球队去试训来，我记得，然后我去一趟基地。然后跟他聊了，跟那个管理层聊了一会儿，然后还录了个音，非常劲爆的一录音，我去，那录音你要是发出来，你们都感到这个世界真他妈黑暗啊，就是合同都不管用的啊。然后这个不要在这刷了啊，这一把啊，别再刷了，你要告别不要在这告别啊，不是告白，你要告白别在这告白啊，这边没有女人啊。然后这个大家好像同时都离开基地了呀，如鸟兽般直接就散了啊！我觉得退役这个东西没必要搞大张旗鼓吧，我不太喜欢这一套啊！我也至今为止没有发过什么文章，发过什么确定自己一定退役啊，还是在役中啊！现在啊，我还是在役中，兄弟们，在役中，只是主播那个怎么讲来着？主播没有退役，哎，怎么讲来？主播没退役，主播只是没人要啊！下一个下一个，是谁说来着？主播没退役，主播只是没人要啊。印第安人的厨子送你呢啊！滕哈格90+300，王楚奇90+000，什么意思啊？就王楚奇强于滕哈格，没毛病啊，没毛病。KR815送了300电池，主播不是退役的，主播只是没人要。是的啊！但是我跟他们还不同，我当时还有人要的，当时你讲了很多遍，当时有一个。但是我跟你讲，我去过的俱乐部全都死了，啊，真的就是跟我有意向的和我去的俱乐部，目前为止全没了，兄弟们，全没了，就是没有一个感谢这个米萨亚送的恶霸狗狗，就是没有一个俱乐部还活着，知道吗？就我去过俱乐部全嘎了，就跟我有关系的全嘎了，就跟我谈过合同的全嘎了。啊，你们给你举几个现在已经嘎了俱乐部，其实可以跟你们说说啊。你看江苏苏宁嘎了吧？江苏苏宁嘎了，然后昆山 FC 对吧？给过我合同，1年5年的合同，大合同，对吧？然后呢，我还做过待了半年，也嘎了。然后呢，我当时还去了广州富力啊，跟富力也有接触，富力也嘎了。然后当时跟这个还有谁啊？还有当时你像那个盐城的一个中甲队也嘎了，然后泰州也给我合同，泰州远大也嘎了。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中超叫什么来着？啊，他还没彻底嘎，但他已经半嘎了，我们就不能把他名字说出来啊。基本上就是我去哪嘎啊，阎罗王。所以说为了足球的健康发展，我决定啊，主播还是待业吧啊，主播还是待业吧啊，主播啊，嘎完了我去。猫都不养猫啊，猫总送你呢啊！腾子不是提前捧杯了吗？说走主教练全任留着，
全留任乐子，腾子不是提前捧杯了吗？说走主教练全留任乐子，对呀，我感觉滕哈格不会离任的啊。以我对拉爵的这个看法，拉爵不会花这个钱的啊。拉爵纯处，不能说纯处吧，我觉得拉爵啊纯玩嘴的，还不如伯利一根，真不如伯利一根，就不如伯利一根，一根都不如。啊，这纯玩嘴的，你们连这顶棚都不愿意修，哎。K285电池300电池够不够你开始粉曼城？你对我使用金钱的招数，其实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知道吗？想让英雄难过什么关？懂吗？啊，能懂吗？就是英雄难过什么关？啊，对吧？啊，所以金钱是没有用的，知道吗？英雄难过英雄关，是吧？你得找一个英雄来，曼城的英雄，是吧？让我觉得，哎呦，曼城这个球队真的有英雄啊，我可能会抓粉曼城。不然，你看想歪了吧？我说英雄难过英雄关，那么你看，我一说英雄难过什么关？全是美人关，证明你们这帮都是色狼啊！什么水平？我搞不懂了啊！一谈到英雄难过什么关，马上就是美人关，哎，色狼啊！咱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兄弟们啊！没评奶盖啊，奶盖送了300电池。如何评价曼城新赛季球衣以曼彻斯特电话区号为主题设计？彪马是否没活？挺好的呀。彪马其实啊，在这个设计上面，我觉得是不错的。以前我挺喜欢穿彪马的，但是我最近发现，彪马在我们这儿卖的越来越垃圾了。以前那个专柜很大，现在边柜越来越小，专柜越来越小了啊。所以说呢，我是觉得67号作为设计也蛮好的呀，还是要看具体出来的样子吧。曼城的球衣一向都挺好看的，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女球迷，对吧？啊，不过曼城的球衣还是蛮好看的。虽然我觉得我上身不行，因为我有点黄，但是呢，如果说他要是能这个领口像内裤边，那不挺好的吗？CR7联名款，对吧？你要知道内裤边上。足球世界中有个 CR7，完全可以联名啊，没毛病啊！开动送你呢啊！七指导，曼联下赛季还有欧战吗？藤胜留下。曼联如果拿下足总杯冠军，切尔西只能去踢欧协联，叫什么？昨天我这个朋友圈有一哥们发了一个这个图文，他说。曼联狗叫了一个赛季，最终自己跌出欧战区，呵呵，笑死了。然后我在下边给他评价一个，我说哈哈哈，擦。然后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忘记屏蔽你了，说的这就是切尔西球迷的这个小人得势的样子啊，小人得势的样子啊，知道吗？但是现在我昨天现场查了一下规则告诉我，切尔西如果排名第6，曼联如果足总杯冠军。那么曼联将和第5名的托纳姆热刺前去踢欧联，而切尔西就只能去踢欧协联，对吗？啊，所以说现如今你切尔西不还是得看曼联的脸色吗？没毛病吧，兄弟们？你最终你闹麻了，不还是得看我们脸色吗？啊，所以说现如今这个欧联对曼联来讲是很重要的。啊，有一说一，我觉得打完曼城之后，可以让这个曼城连喝5天，19号踢完，喝到24号，我去，希望他们好好庆祝啊！希望他们好好庆祝啊！曼城这个也该喝一喝了，有什么不能喝的，对吧？啊，沃克啊，格拉利什啊，带着什么多库啊、格瓦迪奥尔、罗德里，对吧？使劲喝啊，让罗德里可以放假，罗德里累了一个赛季了，对吧？也可以提前放假了，可以结个婚什么的，弄个婚假啊。下一个啊，我们不一定不能赢曼城，我们2队都能赢纽卡，对吧？现在而且是整装待发，全力以赴了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曼联现在如今真有机会的足总杯决赛，我目前觉得是有机会。下一个啊，伊蒂哈德的腰子厨子送了300电池。我是说，腾日发布会的时候进球，其实一直在进球，曼联没输过，你魔赢。曼联还输过的，曼联这个赛季还是输过的，输给曼城了，输给裁判了啊！
确实那两场比赛输了也没办法啊，裁判动手了，啊，还是输了，输了。谁留任？滕哈格留任啊，滕哈格哦，不是那个叫什么图赫尔啊，图赫尔跟曼城，图赫尔跟拜仁再续前缘了，太骚了。这个赛季真是太骚了，哈维嘛能留任吗？就够骚的了啊！图赫尔能留任太骚了，我感觉图赫尔，我感觉他就差是指着鼻子跟这个拜仁管理层骂起来了。拜仁管理层就差是在媒体面前公开说图赫尔这个废物了，就这也能再续前缘吗？啊，图赫尔跟这个拜仁，这感觉是这个图赫尔感觉是双方都不老实啊。绝了门了，我去！啊，绝了！昨天尤文图斯那场比赛的裁判太离谱了啊！那个球，我说实话啊，竟然不是一个红牌，简直是离谱！你们看了没？看得我丁寒啊！那个球员以后被我放在黑名单里了啊！足坛阿列列，我去！那脚后跟对着人家他妈在那踩，看苗儿踩，我去，那太吓人了，那太吓人了啊！都是咱家外卖总送你呢。拜仁现在追不到女神，捏鼻子和前女友和好。拜仁的前女友够垃圾的啊！拜仁追的女神什么女神？我操，追的朗尼克那是女神吗？如果说你说图赫尔算是半老徐娘吧，朗尼克有一老娘们儿，我操！没有，别搞啊！如果说你说这个图赫尔算是一对吧？这个30岁的这个精壮男士啊，这个朗尼克就算是一60岁糟老头子啊，滕哈格就算是一这个50岁大光头，完全是两码事啊，完全是两码事。今年拜仁真是闹笑话了，拜仁。听没听说你呢？纽卡、热刺、维拉3个球队一起拍一下最佳阵容。纽卡这个队真菜。昨天那支曼联他都赢不了，你可见他有多菜。我去，昨天我感觉要被打惨，结果他竟然输了。那么如果说纽卡、热刺、维拉排最佳阵容的话，我觉得这个热刺的后防线全部都要入选的，罗梅罗、范德芬、乌德吉加上波罗，对吧？守门员大马丁，对吧？中场我感觉中场的话，吉马良斯，对吧？吉马良斯、萨尔，麦迪逊不要了，麦迪逊最近踢的臭。吉马良斯、萨尔啊，然后这个前腰随便选一个吧，随便选一个。锋线上我觉得左边路戈登是吧？中锋伊萨克啊，右边锋来一个贝利啊，或者右边锋沃特金斯啊，应该可以的，或者右边锋上中场，然后让这个伊萨克、戈登跟沃特金斯踢3前锋，应该没问题。我姓纯，请叫我庄送了1000电池啊！孙兴敏又要干嘛？孙兴敏，哎呦，别提孙兴敏了，好吧？孙兴敏这么菜，我还有孙兴敏进什么名单啊？孙兴敏现在的水平，我觉得真是不行。我姓纯，请叫我庄送了1000电池。前天说解说一般是中立的，利物浦的比赛会给利物浦加油的，是因为克洛普吗？球迷的角度来说，你给克洛普的足球在观赏性排第几？利物浦比赛给利物浦加油的是因为克洛普吗？肯定会有人是因为克洛普的这个人格魅力去为他加油的。但是说实话，如果说你是上的是主流的主台的话，那么你的解说不应该带有任何倾向性，哪怕是利物浦踢江苏宁，我上去解说也不能是帮助利物浦，对吧？这个太过于帮助利物浦。哪怕利物浦面对国际米兰，我也不能拖太过于明显，因为毕竟在主台上嘛，你要对大部分的中立球迷负责，因为看起来不一定是你的球迷，不一定是利物浦球迷，不一定是国际米兰球迷，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我解说的时候是吧？
啊，我解说的时候，那么在二台的话，我解说的时候呢，我个人给利物浦加油呢，一般很少啊，除非是我觉得利物浦真的踢得很好，因为我很喜欢利物浦这个球队的比赛风格。为什么呢？说实话啊，我没有像很多球迷、很多曼联球迷或者很多利物浦球迷会带入这种叫做这个互相的仇恨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再次给大家普及一下，利物浦跟曼联的仇恨是建立于双方城市之间的这个问题，是因为利物浦那个地方跟曼彻斯特的港口出现了纷争，所以说双方才有如此大的仇恨。那么在我们是远东球迷，我又不是曼彻斯特人，我也不是利物浦人啊，所以说我对这个东西呢没有多大的这个怨恨。我们跟利物浦嘛吵架的时候确实挺烦他的啊，你比如说我跟曼城吵架的时候，我也烦曼城，对吧？跟他球迷吵架，阿森纳球迷吵架的时候挺烦的。但是你说要是对这个俱乐部上升到什么仇恨啊，那肯定是没有，我这个人没这么强的代入感。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个人理解呢，我是很欣赏利物浦的球风啊，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也是蛮希望他赢啊，因为克洛普这个教练员是很有魅力啊。你要让我选的话，他的足球是我心目当中除了穆里尼奥之外最有魅力的啊，因为他的高位压迫，他第一呢把节奏拉快啊，第二呢他很有奋斗精神啊，第三呢这个教练员很有激情。我给大家讲了很多遍了，对吧？我是教练员呢，我看教练员的，我不太喜欢什么呢？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坐底下拿这个笔画的啊，像范加尔这种的，我不喜欢这种的，我不太喜欢这种就是太过文静的教练员，我喜欢比较狂野的，就是狂野震撼欧洲啊，狂野震撼亚洲，就是比较狂野的这种啊，所以说呢，我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欣赏克洛普的啊，比较欣赏克洛普的。下一个啊，潘大送了3枚电池。英超第3和英超第8能有什么仇恨？英超第3和英超第8啊，能有什么仇恨？英超第3和英超第8能有什么仇恨？像你这种人啊，就你这种人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是玩这些烂梗。你真的觉得你说这话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吗？你觉得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吗？利物浦今年第3了，曼联今年第8了然后你觉得你很好笑吗？你看有几个人笑的，没人理你啊！你还玩一些烂梗，有人理你吗？我说实话，真的没人理你啊！你这么搞得你好像自己觉得很搞笑一样。你看现在底下搁这应酬你，不觉得无聊吗？明年再看看你第几，好吧？明年看你第几。因为联赛杯冠军闹麻了，联赛杯冠军跟足总杯冠军哪个含金量高？联赛杯冠军不如足总杯亚军嘛？你联赛杯冠军踢的谁？踢的是切尔西。我足总杯冠军踢的谁？我踢的是曼彻斯特城。我赢曼城跟皇马就等于5-5开，跟皇马5-5开等于是欧冠冠军一半，西甲冠军一半，对吧？联赛冠军一半。我要拿足总杯冠军，不力压你今年成绩上好什么好？明年你再看看呢？利物浦走了，克洛普走了，什么玩意儿嘛？说来说去，安利他观点啊，拜仁怎么从阿隆索、齐达内变成朗尼克拜仁的？朗尼克图赫尔，齐达内不愿意去吧？齐达内权力要求太高了。然后呢，阿隆索呢更不愿意去。阿隆索估计要去皇马。阿隆索明年再待1年，踢完欧冠啊，估计去皇马了。阿隆索这教练员明年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味儿啊？还有这个味儿，他挺可怕的。维送3枚电池，作为职业球员，抽息税还有其他的哪个最不能碰？什么都不能碰什么都不能碰，因为反正我是这样的，我的平时的爱好就是看书看书。一般情况下，我当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就是我每天就是看一些世界名著世界名著，对吧？什么这个《百年孤独》什么这个对吧？就类似于这种什么这种类似于什么围城这种名著每天就看也不喝酒从来不喝酒从来不带出门的，除了训练就是训练，除了健身就健身，除了训练就训练，其他时间就是看书看书傲慢与偏见我也看过傲慢与偏见。你让我一瞬间第时间举例还真举不出来，但是我真是看过不少。我还给围城写过了一个5000字的读后感
斗罗大陆，我要给你读，我要给你说小说，我可以说10分钟给你报菜名啊！就你们这帮病人看过小说，我什么没看过啊？阿尔萨送你呢？其手臂上是不是巴拉东奇拉古萨什么玩意儿？啊，手臂上这个你说这个啊，这个意思是叫做一息若存，希望不灭啊，这个而且我座右铭啊，就是你要正儿八经翻译呢，应该是有生命就有希望，但是呢，我们这翻译的比较帅一点，叫做一息若存，希望不灭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family 啊，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啊，这个有什么故事？就是我当时我的座右铭，我座右铭就是这个，就是有生命就有希望，一息若存，希望不灭，对吧？只要有一口气啊，就不要放弃，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座右铭文搁不上了啊。对，一息若存，希望不灭啊，16、17岁吧，16、17岁吧。范戴克送你呢啊，岂知道你想念利物浦的大机器了？下赛季，拉倒吧啊！你利物浦下赛季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就想说这么一句啊，就是你是一利物浦球迷，你下来你自己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该轮到我为你洗洗了啊！侧森，范伟新男友做的面吃，纽卡排名是不是虚高了？连我们都能输，感觉就是英冠球队的实力。纽卡还是很强的，欧冠球队吧。纽卡放在西甲约等于巴萨，放在意甲约等于尤文啊，对吧？啊，还是很强的。欧冠级别的球队嘛，是吧？放在德甲约等于多特，曼联赢他就是证明曼联强，而非纽卡弱。但是纽卡这帮人呢，确实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主教练。如果纽卡能有一个合适主教练的话，是没问题的啊。如果说他有一个穆里尼奥这样的话，那我估计是能够冲向能够冲向这个叫做英超啊榜首啊。范廷南有所的面池，纽卡这排。体育之用3面池，恭喜我粉丝亲密度排名跻身前5。如何评价你的粉丝前20竟无一曼联球迷？是否没根儿？你们不都是曼联球迷吗？啊，不要隐藏了哇，都是曼联球迷，别装了。啊，大部分的人其实你们都是曼联球迷，但是你们会装啊，演自己好像是哪个队球迷。但是你们看曼联比赛不是看的最多吗？啊，别演了，别装了，知道吧？我现在都明白了。啊！全世界有60亿曼联球迷，才有多少亿球迷啊？你是哪队球迷？我是你的球迷。那你相当于曼联球迷。这玩意儿来了吗？身边就有一个。可是曼联不是很菜吗？哎呦！下一个啊。你为啥说？听说你把无穷认成了00啊？什么无穷000？无穷。安东尼和王楚奇送你的啊。利物浦不是缺后腰吗？把曼联大光头买过去。利物浦可以买啊，阿姆拉巴特还是很适合叫做利物浦的啊。阿姆拉巴特如果能去利物浦的上限会来到欧冠冠军啊，不对，欧冠冠军满足不了了。阿姆拉巴特如果去了利物浦就是世界杯冠军啊，世界杯冠军，好吧，再世球王啊，这个麦卡利特就是梅西啊，加油！啊，利物浦啊！关山送你呢啊！其欧洲杯扩招到26人，德国大名单怎么27人？德国这个大名单很搞啊，有点搞笑啊！德国这个大名单，因为他带了4个门将，不带胡梅尔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含金量啊？就是说。他明明有带胡梅尔斯的这个情况，是吧？那他为什么要带四个门将呢？不扬科维奇吗？哈，这有点难崩的，真的。如果说我说实话啊，如果说你要是不想带，你就别带，你别整的好像你这么一整，你不是恶心人吗？你这4个门将怎么了？哦，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那个人叫什么来着？程耀东，可能鲍曼是踢中锋的。你看那个大名单啊，诺伊尔、特尔施特根、努贝尔、霍曼、鲍曼、
吕迪格、基米希、施特罗贝克、劳姆、约纳特坦、科赫、米特尔施泰特、安东，对吧？亨里希斯啊，这么多后卫啊。中场威尔茨、金多安、克罗斯、安德里希、格罗斯、帕夫洛维奇、菲里希、穆西亚拉、萨内。前锋昂达夫、哈弗茨、菲尔克鲁格、拜尔和穆勒。为什么不带胡米尔斯？不能理解。小安先生，评价一下囧二期3年颗粒无收，临走的冠军我哭了。评价一下囧二期3年颗粒无收，临走的冠军我哭了。阿莱格里一定走吗？阿莱格里不好说呀。我看尤文图斯那边没有说阿莱格里一定走啊，阿莱格里自己也没说他一定走。阿莱格里说的是他走不走是取决于这个叫做，阿莱格里说他走不走是取决于这个俱乐部的一个评估，是吧？阿莱格里并非一定走啊，已经确定走了。我是觉得呢，阿莱格里在尤文图斯第2期其实干的已经不错了，他这帮人能达到这个成绩就是很好了。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很好吧，只能说呢说得过去。因为尤文图斯其实是阿莱格里来2进攻之后这个俱乐部其实遭遇了很大程度上的一系列的一些麻烦包括一些场外的因素其实现在还有呢，现在 C 罗还在告尤文图斯呢。但是 C 罗告尤文图斯这个事儿呢，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会觉得是 C 罗的问题。我给大家普及一下，C 罗跟尤文图斯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呢，尤文图斯当年跟 C 罗说了，说这个当时口罩时期，说这个我们现在没钱。对吧？那么我们搞一个延期支付然后呢，你签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你自动放弃一部分薪水，你自动放弃这一部分薪水之后呢，然后呢，我到明年后年我再补给你。然后 C 罗呢就觉得行，尤文图斯毕竟大俱乐部了，大家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于是呢相信了他。但是呢，后期呢尤文图斯不愿付了不愿付，然后呢这个 C 罗就把尤文图斯告了，但是我感觉这个很难赢因为你这个是没有这个，就是你君子协议其实是没有契约的嘛，所以只能说是 C 罗这个就是被耍了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尤文图斯里边挺乱的，然后阿莱格里呢今年想要卢卡库没达到用弗拉霍维奇打的，弗拉霍维奇其实练得不错了，如果走的话阿莱格里还是不愁找工作的，这个球员其实还是可以。下一个尤文总体呢？其为啥那么讨厌3？他的机听变相过人，感觉实用。我没有讨厌三山军我只是讨厌三山军的吹子，这是2码事，知道吗？就像我从来不讨厌这个，谁，我只是讨厌他的吹子，就是一样道理，知道吗？就是我从来没讨厌三山军，我只是烦吹他的那些人，动不动就是三山军是什么亚洲第一哥，什么这个又曼城又要买，曼联又要买。说什么曼联有了三山军什么多强，曼城有了三山军多强，我讨厌这些人，我对他只是没好感罢了三山军吹的太多了，吹的太多了我被他的这个吹子爆破很多次了，但这哥们本来就是没那么强你说去曼联能踢吗？踢不了中上游球队踢得了伊蒂哈德的厨子送你呢不许这么说孙哥，他只是不小心故意不小心失误了而已。孙兴民不是跟你曼城的一场球了，如果说孙兴民只是曼城的一场球，我就算了。孙兴民他是好几场球了，都是这么菜。你以前不还很喜欢孙兴民吗？你以前不说他很帅吗？孙兴民说他身材好。孙兴民韩国人那个小眼睛小眼睛对。我觉得贝林厄姆最帅。细心研究SE 的送你呢？你是教练员，绿你会引进哪5个球员给曼联？可以随便买吗？还是说要看价格？可以随便买还是要看价格？你先把我这个定格给我定好。可以随便买的话，那我还那句话，如果说你可以随便补强，那么你首先考虑的不是补强自己，而是削弱对手，对吧？那么你肯定是先把联赛这些就像先学拜仁，先把他们德甲的这个有威胁全挖完，你不就无敌了吗？是吧？那我就先挖曼城中间，先挖个罗德里，再挖曼城哈兰德，是吧？然后再挖赖斯，再买姆巴佩，再整萨里巴，无敌了。阿森纳废，阿森纳宣布嘎，曼城嘎，曼联强，
对吧？增强自己，削弱对手，相当于你5000万变1个亿，1个亿变2个亿，2个亿变4个亿，是这个道理吗？哎，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相当于你是2个亿变4个亿，因为你增强了自己，又削弱对手嘛。你给了自己一个枣，又抽了对手一个巴掌，赢麻了，啊，赢麻了，对吧？我赖斯跟罗兰多德里2个后腰，我就轮换，哎，我有钱，我那罗德里踢10场，赖斯踢10场，行不行？我赖斯就踢卡拉宝贝、足总杯，哎，有钱，而且2个人不是不能共存，2个人还是可以共存的，2人还是共存。其实这个你看似不合理是合理的，对吧？来个萨里巴。有后场，罗德里跟赖斯2名球员可以6可以8，姆巴佩、哈兰德一左一中无敌啊无敌啊无敌。如果说是看价格的话啊，买人就是我们寻求性价比合理，在可能性就是在有可能性的情况下如何去引援。现在的话，我推荐过好多人了，我再说一遍啊，中锋我推荐这个伯恩茅斯的索兰克啊索兰克，然后呢这个3-4千万4-5千万应该左右。然后呢，中后卫呢，如果有阿劳霍最好，没有阿劳霍，其实那个埃弗顿那个也行。然后呢，中场可以有福法纳啊、奥纳纳啊、乌加特是第一选择啊，就这么多人啊，就这些人啊，就这些人。福法纳比那个福法纳什么的，福法纳没多强，但是肯定比阿姆拉巴特强。你看你买人，你要根据价格的，对吧？你不能说你指望买一个4000万的人，让他发挥出4个亿的水平。你不能说我4000万买一个福法纳啊，福法纳要跟罗德里一个水平，不然就水货了。那不是这么说的，买人要跟他价格的，要看性价比，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福法纳买来比阿姆拉巴特管用就行啊。其实福法纳是可以的。那个谁，那个安东尼已经彻底废了。安东尼昨天1分钟时间没有，为什么他废了呢？安东尼的打法跟那个谁很像，跟那个迪亚洛很像，但是安东尼没有迪亚洛强。1个亿的球员不如迪亚洛强，他根本踢不上了。安东尼已经废了。下一个猫都不能养猫。围城作者是谁？死状。其出2520送给什么给男？围城作者是谁来着？钱钟书。哦，反正我知道他那个主角叫什么来？叫方鸿渐，叫方什么？主角叫什么？方鸿渐好像叫方鸿渐。我给围城写了一个3000字的5000字的那个。读后感还被很多人摘抄了呢，我看看还在不在，这个不知道准备登上这个账号。你看看啊，在某乎上啊，这样不会把你模糊的账号给。不可以给你们看到。啊，我看看啊，你看我当时写了几篇读后感。岛上书店、呼、解忧杂货铺，然后和围城读后感。他当时确实干了围城，我承认。5年前的事了啊！5年前的事了啊！看写这么长，哎，给他们按地档啊！写这么长，看写这么长，看到了啊！看到没？啊，看到没？哎，看到没？划不完，兄弟们懂吗？懂不懂这种水平？你们以为跟你们一样文盲？看书真假看。下一个下一个后半句没回答呢。他说什么啊？给你送什么礼物？还是别说了。别说了，保密啊！王主席送你呢。其不想看我磨了，有没有女粉丝多的球队推荐 ？TS 啊，绝对的，TS 啊 ，TS 啊 ，TS 绝对的啊。看滔博，好吧，博之无憾啊，滔博啊。你要是足球球队的话，要是选的话，还是这个曼城、切尔西的女粉多一些。球衣好看的一般女粉丝多啊，球衣好看的啊，你像这个球衣不好看的，一般情况下女粉丝比较少啊。哪个队是最好看？哪队球衣好看？曼联呀。但是曼联女粉丝不多，曼联你必须得看球才能喜欢的，啊，看脸的话不行，曼联没帅哥，长得都丑，都鸡巴嘎，我去，啊，曼城那边一般比较招人喜欢啊，性格好啊，运营好啊，曼城。德国好呀。德甲俱乐部没什么意思，德国俱乐部。德国男模队。德国男模队也是德国队，德国队。
德甲那俱乐部拜仁有几个帅哥，剩下的也罗伊斯是拜仁的，对。罗伊斯是打的多特蒙德。啊。呀，是不是啊？下一个我是皇马，对吧？我就记得这两个。伊哈德厨子送你的啊，安东尼是曼联啊，厨子送你的。这赛季曼联好像一场没了，完了我成串子了。本来就是啊，曼联比赛就好看，曼联比赛啊，曼联比赛是好看啊，曼联比赛，曼联的比赛确实好看。你这本来就是大家都承认吧？啊，我去，这有个哥们儿这有个一个哥们儿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什么？他说他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一种，他说啊，这个要他说你们男人推理女人的爱好真是无语。我的道歉，我的好吧，道歉，怎么回事？你说女人只看颜值，道歉啊，道歉啊，我的啊，我的，好吧啊，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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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啊，人间呼晚，山河已秋。其当年科比一句沙克也干了，是不是人品败坏？这句话确实说的不对，有一说一啊。但是呢，科比，你要是看他的这个，你要是看科比的整个人，对吧？你把他的从他年轻，特别他年轻的时候干了些事，他确实是一个魔鬼的化身，很多时候。但如果说你再把他结合他的竞技体育，和他的竞技表现，你感觉他就是天使与魔鬼共存。其实往往这种人最招大家喜欢，有一说一，最招有一部分人喜欢。其实很多时候呢，人不喜欢完美的人，我感觉更喜欢有某些这个有缺憾的人。你像科比，而且他后期其实也在改变。他确实生涯前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上过学吧，学上的少了，对吧？高中生直接进联盟啊，那些沙克也干了，确实有点搞的。下一个啊，卸掉头目，曼联拜仁互换教练怎么样？不好，我觉得滕哈格蛮好的，滕哈格啊，图赫尔先别来曼联，现在曼联图赫尔带不动的，曼联现在就滕哈格带着吧啊，因为如果说是别的教练来，他会有意见的，对吧？你美国引援啊，怎么样？但是滕哈格呢是没有任何借口的，让他带吧啊，他如果说带的不行了啊，他如果说带的不行，他也没话讲，自己4个亿带成这样啊，滕哈格让他带吧啊，带吧。维纳总，你呢？拍一个现今国内女球迷最多的豪门前5，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去。我只知道 IG 跟滔博的女粉丝多，啊，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来，你们来，哪个这个哪玩意儿比较多的？阿森纳多吗？妈呀！啊，切尔西，曼城，皇马。切尔西、曼城、皇马，滔博、IONG、EDG， 妈呀！巴萨也挺多的吧？哎呦，有点冷了。巴萨也挺多的啊，巴萨也挺多的，是吧？啊，拜仁也多。这个没有看过。小海贼送你呢啊，问一下，我不太懂女人哇，我这个人一般情况下我平时都不敢跟女人说话啊，不太懂女人的。小海贼送你呢，问一下，他们说的英超 Big6都哪6个？英超 Big6，曼联、曼城、阿森纳、利物浦、热刺和切尔西。英超 Big2，曼联、利物浦。英超这个御三家，曼联、利物浦、阿森纳，是吧？英超 Big4，曼联、利物浦、阿森纳、切尔西。英超 Big5，曼联、利物浦、阿森纳、切尔西、曼城。英超 Big6。啊，加个热刺啊！下一个啊，小海贼那 Big6一定都在前6吧？不会有不在的吧？哈哈，你觉得你很幽默吗？我也想听这句话，兄弟，就是你是不是内心当中觉得你说这个话是不是很幽默？我感觉你这辈子就难找对象，真的。你这种你必须得学情商了啊！你情商太低了，万一你有点像 Kid。知道吗？知道谁 Kid 吗？你去看一下 Kid 的切片，你说话跟他很像，真的太像了啊！真的，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幽默吗？我去。下一个啊，飞哥大我送你呢啊，7哥，你觉得饿乐高和泡沫
你觉得厄德高和帕尔默这赛季谁表现好？进步幅度最大的嘛，肯定是厄德高啊；进步幅度最大的嘛，肯定是帕尔默，数据也是帕尔默好。但是你要是问我，两人都得但是我觉得表现上面其实是差不多，对吧？但是你要问我选，如果最佳阵容我会选谁？我会选厄德高，不会选帕尔默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时候你要明白，平台很多时候高于一切啊。你就像去年曼城5冠王，对吧？你非把最佳阵容就去选曼城球员。你今年嘛，阿森纳比这个切尔西分高啊，阿森纳都争冠，现在还是争冠呢。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选厄德高的啊，而且厄德高的这个表现是相当棒，这个赛季相当棒。但是帕尔默数据很好啊，你要让我选的话，我就觉得最佳阵容会选厄德高，最佳进步奖会给帕尔默啊。下一个啊，没问题吧？啊，没问题吧？又是车黑了是吧？啊，我跟你讲，我就黑到底，好吧？不是黑到底，我选个英超最佳阵容，来吧，排个英超最佳阵容，黑到底，啊，来，我给你说一个英超最佳阵容，好吧？中后卫迪纳西、巴蒂亚希勒，好吧？英超最佳阵容，啊，左边后卫卡尔维尔，右边后卫古兹托，啊，左边后卫库里利亚，右边后卫古兹托，啊，后腰坎泰多加恩佐费尔南德斯。对吧？加拉格尔前腰，帕尔默右边锋，左边锋穆德里克，中锋雅各松，英超最佳阵容，好吧？没问题吧？啊，没问题吧？这行了吧？这他妈不黑了吧？高兴了啊！任总送你囊，评价一下我10级灯牌的含金量很强啊！我们这10级灯牌最近也不少了啊，现在这播的时间够长了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感谢大家10级的灯牌的支持啊！猫都不能养猫，我是男的不明显吗？组一个 U20 打英超排名，怎么有人找你了？猫叔，阿联不也有人找他吗？啊，很正常，我们这都饿了啊，兄弟们啊，你们不要看着上锦囊的，看着人家名字有点这个中性化，你就找人家。这猫叔一看就一哥们儿啊，组一个 U20 打英超排名 ，U20 打英超排名的话 ，U20 现如今有谁啊 ？U20。贝林厄姆是20岁吗？贝林厄姆肯定是要进来的，贝林厄姆。然后我看几个豪门啊，我们先看几个豪门，贝林厄姆肯定要有的啊，贝林厄姆。然后科比对吧？科比梅努要有的啊，科比梅努要有的。右边锋亚马尔是吧？亚马尔要有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曼城有哪几个20岁以下的啊？20岁以下的还是很重要啊。然后这两个中场啊和一个右边锋都有了。曼城那都是老登啊，我去，都是21岁的。阿森纳呢？阿森纳也没20岁的。利物浦有的，利物浦我记得有的。利物浦本多克不能用啊。巴伊切利奇现在也不太好用了，现在你还没这个赛没那么打。布拉德利，右边后卫布拉德利。然后这个热刺呢？热刺算了吧，热刺球员我不想选，太菜了。啊，然后切尔西，古兹托，右边后卫古兹托。啊，曼联科比，除了科比之外，左边锋加纳乔，中场梅努，科比梅努，然后还有很多啊，中后卫瓦坎达。啊，中锋瓦坎达，这都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叫做这个主力位置的。然后帕布洛维奇啊，沃格森啊，鲍勃，这都是没问题。然后库巴西大概这个了吧？什么水平啊？居莱尔，我估摸着也就是打英超也就保级队吧。啊，太年轻了。他年轻也不是很好，所以要行可以问一下南瓜是哪队球迷吗？曼联还是曼城？他什么队球迷？也不是，他哪个队球迷都不是。但是我要做你的死对头。我选曼城。曼城不是曼联死对头。为什么？不都是曼彻斯特的2支球队吗？然后一直有2支球队哦，我们还是邻居就必须是死对头吗？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那你的死对头是谁啊？切尔西啊？我们跟切尔西一家亲。阿森纳。
阿森纳也挺好的，也不是没死对头吧？阿森纳最近几年确实是关系差，所以都是。车是哪一个队？利物浦。你车是什么？切尔西。切尔西，你跟切尔西是死对头？什么死对头？跟利物浦是死对头啊！如果硬讲的话啊。随机而行送的锦囊啊，随机而行送的锦囊。可以问一下南瓜。啊，不是这个啊。说的对，怎么办呀？宋锦囊说的对，其每次说女的都觉得我都大觉震惊，其每次说女的觉得我都大觉震惊。你说什么玩意儿？我马上暴露了，兄弟们啊！小磊宋锦囊，曼城也太稳了，我场这几年夺冠有希望吗？有希望，明年瓜迪奥拉说要走人了，明年说是据说2025年天亮了，兄弟们，瓜迪奥拉一走，英超就活了。瓜迪奥拉不走，瓜迪奥拉一日不走，英超一日不兴。我操，这完全得假了。瓜迪奥拉一走，你放心，百花争鸣，每个队都有机会。现在曼联就潜心蛰伏，潜龙在渊，知道吗？跟阿森纳先跟曼城咬着，阿森纳后边给他追着咬。等瓜迪奥拉走那一天，曼联突然爆发，趁机夺冠，这才是最理想的一个方案。如果说曼城要走了啊，瓜迪奥拉走了，就曼城球迷就回到人间了。说的太对了，回到人间了，就曼城这种一夜之间就回到人间了。因为呢，瓜迪奥拉的球队，任何人接手都会出现1到2年的阵痛期，2到3年的阵痛期，100%的，100%是这种阵痛期，就你不可能不阵痛的，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练可以平替瓜迪奥拉在他这个体系当中。那么这帮球员又适应瓜迪奥拉体系，来了一个新教练，你说100%无缝连接，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瓜迪奥拉能25年合同之前到期啊，那么走人，那么对于这个阿森纳球迷和这个曼联球迷来讲，就他妈天亮了啊！现在什么呢？现在就是今年其实阿森纳球迷很有机会。为什么今年阿森纳很有机会呢？因为今年曼城的引援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说呢，今年阿森纳有机会，但是阿森纳引援做的很好。但是明年呢，你阿森纳再怎么补强，其实好像也没有说是某一个位置上能有极大部分的升级，除非你的走前锋有一个罗德里戈这样的级别的球员，哪怕你来个中锋，你说跟哈弗斯换，你不也是换种打法，也没这么多大升级啊，包括边后卫是吧？但是呢，曼城明年可能又再升级啊，所以说这么一看的话，我觉得明年更难，明年曼城你看他有可能什么呢？明年曼城有可能是有这个帕奎塔，有可能是有这个叫做吉马良斯是吧？你这两圈一来都质的改变啊，他包括他的这个边路再买点人是吧？他有可能还有边后卫啊，他据说要投入2个亿左右，他要升级啊，所以说对于曼城来讲，他明年一升级那更难踢了啊，更难踢了，我去啊。碧玺要走，其实对于曼城来讲，碧玺你知道你可以不放啊，碧玺啊，可以不放，曼城花了这么多钱呢，那可能巴黎买来的话，你这个位置上你再去补呗。其实也不是说那么难补啊。曼城已经这么玩这么强了，还要升级，其他队怎么玩？那怎么办呢？你告诉我，对吧？你没办法呀，你不能说是因为人家强就不让人玩了，那才又没查出来。说实话，一队还从无呢，你查不出来他有问题，那他随便买，他买完之后他就是强啊，你怎么办呢？你没办法。你想比他更强太难了，只能说是我觉得呢，只能搞个什么英超大联盟是吧？其他人，而且现在曼城这个队伍为什么在英超夺冠？你看他现在非常稳定，是因为很多球队打他。感谢小历史开通的会员啊，感谢小历史，感谢我们这个新会员，欢迎小历史。就你们会发现，很多球队打曼城会有一种投降的感觉，你们会发现吗？就会有一种投降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是保级队。对吧？我打阿森纳，我会幻想或者我会觉得我在打阿森纳，我是可以拿分的，就是他跟你拼。然后这个很多球队会这种感觉，就是我打阿森纳，我可以拿分，我跟你拼。但是呢，很多球队一到曼城，觉得我与其跟他拼，我不如对吧？就送了之后呢，我把这个体力和这个人员留到下一场比赛当中，反正我就少输当赢了，对吧？所以说很多球队打曼城会拿到一些很简单的3分。曼城这是他这么多年赢过来的一个底蕴，然后这就是底蕴。就是他会拿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3分，所以说呢，曼城在这个英超夺冠当中，很多时候这些分数其实很重要，很多时候这些分数其实很重要。你看阿森纳这个赛季，下个赛季阿森纳也会很轻松，因为下个赛季阿森纳如果他在主场的时候，很多客队就放了，很多这个客队就放了，下一个温特尔预言有份基本停，泡沫的技术风格跟球风以及模板跟福登的区别。帕尔默我先观察他踢球，他很有节奏感，
啊，这是他现在你看他的身体素质其实一般，他速度也不快，帕尔默是吧？他的这个冲击撞击能力其实也不是很强，但是我发现他踢球的现在很有节奏感，就他有那种就是我告诉你向右，但是我其实向左，我告诉你向左，其实我向右，他很会那个假扣那一下，很有那个节奏感啊，很有找到那种就是有种古典前腰的感觉啊，这个可能是他的身体模板跟他现如今呢成就不太相同的原因，这个赛季踢得这么好，主要他有一种古典前腰的感觉，他的节奏感很好啊，他就我假扣啊，或者说我这个突然变一下停一下，他慢做的特别好啊，但是呢福登呢是不一样的，福登是现在中场现在前场啊都是快的啊，都是速度，福登速度更好啊，然后对抗啊，就是典型的现代球员啊。帕尔默有点古典前腰的味道啊，这一点倒是不一样。你看他踢球有点像里克尔梅，帕尔默踢球有点像这个里克尔梅，是吧？真的是可能之前观察比较少啊。你现在来看的话，他如果说能达到这个高度，那是很牛逼的。就是如果说他能在现代足坛是吧，能达到像古典前腰的这种风格去踢球，又有着现代足球的防守，那他很牛逼的。你像他有点像这个以往的像这个里克尔梅啊，你像这个叫做齐达内那种感觉啊，就是在中前场拿球，啪停一下，慢一下，传一下啊，塞一下啊，这是帕尔默的一个现如今一个优势吧啊。第八3分电池，其如果瓜迪奥拉、克洛普、滕哈格、波切蒂诺都走，这4个队的地位会有啥变化？瓜迪奥拉、克洛普、滕哈格、波切蒂诺都走，曼联跟切尔西还能再烂吗？曼联和切尔西肯定是向上走啊，那利物浦肯定是向下坠落啊。曼城呢是可能2-3年能缓过来，曼城可能两年左右肯定是统治力不在，但是肯定会往下滑的。但是呢2年之后肯定能缓过来，因为曼城有钱，那么你这个球队竞争力就不会差下去。足球世界归根结底其实还是一个金钱的游戏，有钱你就具备成功的基础条件。那么在有钱基础条件之上，你再来点别的东西，那么其实你就有希望。你阿森纳能成功，还是因为阿森纳其实有一部分的还是投入了很多钱的。那么克洛普一走，利物浦就嘎了。我说实话啊，爱德华兹又来，买人买再好，你也不可能3个亿当30个亿用啊。所以说利物浦现如今克洛普一走，明年如果成绩一落千丈，大家都不用觉得这个可能上半赛季会很好，下半赛季要看情况。因为球员上半赛季啊证明自己，包括新帅一来，对吧？磨合期啊会有蜜月期，过了蜜月期你再看看啊，利物浦可能不好说。滕哈格走的话，曼联还能更差吗？曼联现在只需要做好引援，总会比现在强的嘛。波切蒂诺也一样啊。切尔西这个队伍已经具备了复兴的一切基础条件啊。切尔西已经付出了，就是已经达到了复兴的一切的基础条件。现如今切尔西的复兴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是时间问题呢？因为切尔西这帮人真是天赋满满，他就差把这个天赋溢出来给你喝了啊！你看那球员里边最没天赋的球员，都是放在别的队伍都是你这重点培养的。我举个例子，右边锋里詹姆斯、古德托，右边后卫你到底用谁？是吧？啊，现在切尔西就差一个前场的顶级得分手，拿下来之后就争冠。切尔西这个队伍我是蛮看好的，我觉得他基本上已经达到所有复兴的这个基础条件了啊。雅克松其实也蛮有天赋的。一篮无人投3点池，昨天在 EDG 的首页新闻看到说姆巴佩下赛季不在皇马，实际是去阿森纳，如果是真的会怎么样？怎么可能呢？这种跟那个 UC 新闻有什么区别？下赛季滕哈格不在曼联，王楚吉在曼联啊，跟一样的。姆巴佩转会，他从来没有跟英超球队谈过判啊，这是第一。第二什么呢？第二，姆巴佩他绝对不可能去一个没有欧冠的球队。这是姆巴佩，就是你懂明白吗？就姆巴佩转会的目的是什么？欧冠冠军、金球奖，他绝对不会去一个金球奖造势不行，然后同时没有欧冠冠军的球队。姆巴佩一定会去一个能够竞争欧冠、有很强竞争力的球队。那么这种情况下，无非就是拜仁慕尼黑、曼城和皇马这3家，对吧？这3家当中呢，曼城有哈兰德，拜仁金球造势不行，唯有皇马啊，唯有皇马。下一个啊，不露松锦囊啊，斯特林如果离开切尔西，还有豪门或者顶级球队要吗？斯特林如果离开切尔西，还有豪门或者顶级球队要吗？应该没有了。斯特林已经废了。斯特林这个球员当年非常强，他当年强的根本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跑得快、定大。斯特林一个典型的是，就是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体育的啊？有没有学体育的？就是在我们体育生呢，当时呢会讲叫臀大肌，臀大肌越发达，你跑得越快，是吧？有没有都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其实我当年学这个营养学，包括去看这些体育训练学这些书籍之后，我会发现啊，就是在这个体育学上面是没有臀大肌这个地方的啊。人的屁股其实就是大腿啊。我就是这个，当时应该是我去学这个有关知识的时候啊，就是人的屁股其实就是大腿啊，就是你斯林的腿翘，其实就是斯林的屁股翘，其实就是他大腿粗，爆发力好。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爆发力非常强啊，他爆发力非常强呢，就导致他的速度真是快。我跟你讲，斯特林巅峰时候他的速度确实是吓人有很多曼城球迷应该有印象啊，确实是快，他的突破能力真是好。但是现如今呢，他丧失了自己最快的爆发力，没那么快了，就没那么强了啊。速度型球员啊，这个就像是这种叫做精致型美女啊，你像气质型美女可能能这个延长自己的这个容颜时间要长一些，但是你说精致型的，这可能他这个确实是容颜易老啊。所以说这个斯特林主要是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点原因。八白送你呢，南瓜是感冒了吗？注意身体，欢迎做曼城球迷。他没感冒啊，他刚刚练完瑜伽回来了，然后有点凉啊。你欢迎做曼城球迷，他应该，我估计他要是看球，估计也是曼城球迷，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他有叛逆的，因为哈德腰子送了3块钱吃啊！看了1年乐子，也看出来感情了，就这几个人踢也踢不出来，不好又不好清理，心疼魔迷，引援愁死。引援还好吧？我是觉得呢，曼联现在的引援，就是你别当这帮人能卖出钱，就想着就是他们就是从头来过。1.5亿镑，对吧？别想一个窗口解决问题，肯定要过苦日子的。未来我估计3年5年，曼联日子不好过的啊！大家做好准备就行了，也没什么啊。阿破的罗送3连吃，不考虑可能性和钱，其希望谁来当曼联复兴主帅？克洛普啊，克洛普啊，让我是我的话，我选克洛普。说实话啊。我觉得他球好看，我觉得作为一个球迷呢，首先赢是一方面，第二好看，是吧？瓜迪奥拉呢来呢肯定是能复兴，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把瓜迪奥拉挖来直接复兴，不是很爽。把克洛普挖来，给他 A 方案，让克洛普把瓜迪奥拉干掉，曼联骑着曼城成功复兴，舒服了，明白吗？就如果说我说实话，直接考虑瓜迪奥拉，那你瓜迪奥拉来曼联成功了，那你曼城没那么爽，让克洛普来，克洛普给他方案，然后你按着瓜迪奥拉头打，对吧？骑着他夺冠，那种爽感啊，还是有的，克洛普舰队的看了克洛普全是 C 方案，那不是 B 方案啊。ZEON 说，L 说3连吃，晚上好，请列举什么玩意儿？列举滔博 IG、G2、OMG、皇族热晒、JK Love、乌兹好吧，微笑勾勾印、拉布林、可见影子，好吧，笑笑西卡、静，好吧，娜美下一个南瓜不能养猫不是猫叔不能养猫，南瓜可以来一句 Come on CD 吗？他又不是曼城球迷来吗 ？Come on CD 呢 ？Come on CD， 好好打一个项目，好好喝一点啊！真不少年怎么说你呢啊？想问一下，下赛季我车怎么买人，怎么排阵容？下赛季我车怎么买人，怎么排阵容？你车不需要再怎么买边角料了呀？切尔西引援太好做了，切尔西这个队伍引援是现在如今全联盟、全英超、全国大联赛最好做的引援，切尔西没有比你们更好做的引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只需要化零为整即可成事就是化零为整就完了。就是你从这个五大联赛中选一个你能买到的1.2亿以上的球员，前场就是不要想太多，就是
买一个你在前场买一个1.2亿以上的球员，马上就起火完事儿。因为你现在切尔西的阵容真的很好，马特森招回来的话，你看左边如果招回来，马特森左边后卫就有马特森、科尔维尔加上库库雷利亚，那么右边后卫就有这个邓弗里斯和这个古德托加上迪斯詹姆斯，中后卫就科尔维尔、科尔维尔、巴迪亚希勒、迪萨西、福法纳，是吧？中场就有这个恩佐、卡塞多、拉维亚、乌戈楚库、丘库埃梅卡，然后乌戈楚库、丘库埃梅卡，然后这个加拉格尔，是吧？锋线有帕尔默、雅各松、莫德里克、马德埃凯、恩林根昆库，是吧？你花这个1点几个亿买个中锋，其实完事儿，完事儿。如果说你要想争冠，就买2个球员，买一威尔茨，再买一奥斯门，我觉得是冠军了争冠了争冠切尔西这个队伍还是很强的下一个猫都不养猫，瓜执教时球队老幸福，一走就废，参考巴萨和拜仁。没办法，顶级教练员他给球队落下的这个痕迹很重的，知道吗？就是当瓜迪奥拉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就怕前任太优秀了，知道吧？我以前看那个偶像剧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什么就怕年轻的时候遇到太出彩的人，是吧？太惊艳的人，就怕年轻时候遇到太惊艳的人年龄大了之后就懂吗？就是一个好的主帅，他给你的这种烙印太严重了。当然了，滕哈格这种给他的烙印也挺严重的。滕哈格对曼联的伤害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你瓜迪奥拉这样的一走，肯定阵痛期也很长对，一见杨过无中生刚刚电池的问题只显示6个字，你说啥了？你找那个小黄可以要小黄下一个猫都不养猫。如果瓜来曼联带来3连冠，但之后没落3年，愿意吗？愿意愿意。我魔已经没落10来年了，别他妈说3连冠了你别说3连冠，你拿一场冠军没落3年我都愿意只要有一个一场冠军，好吧？我魔没了3年，我愿意我愿意。CECS 送的300电池。哈沃德·阿隆索要来英超带队，预计能什么水平？哈沃德·阿隆索来英超带队，预计能什么水平？肯定是英超这个地方阿隆索来也不一定能弄明白，真的也就争四，就先开始也就争四。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我说实话你让安切洛蒂来这个英超跟瓜迪奥拉玩联赛，他也玩不明白。真的，我这话就放这了。就是你的安切洛蒂让他来英超跟瓜迪奥拉玩联赛，他也玩不明白他也玩不明白，阿隆索来跟他玩联赛，他也是一样的这个瓜迪奥拉这联赛已经玩出精了，玩出花了但是阿隆索看看他杯赛怎么样？阿隆索还是适合皇马，我觉得阿隆索适合皇马，适合拜仁特别适合拜仁。阿隆索拜仁马重建期，阿隆索的这个执教哲学很符合拜仁现如今他的执教理念如果说能够给他一些权利的话，阿隆索对于拜仁的建设又是民宿，我觉得很适合拜仁。我跟你讲，如果说英足总希望曼城下个赛季不是冠军的话，必须在圣诞节之前让曼城落后10分，必须的不管他怎么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说是圣诞节之前曼城没有被拉开比分，赛季末英足总也摁不住他了，英足总也摁不住他了赛季末就是谁来也没用谁来也没用了他10个人都赢你，我去你就是在赛季前圣诞节之前给他摁死，给他卡他10分下一个我没有好脾气，我好脾气送你呢。据说切尔西下窗2.7亿资金如何分配？买中锋，买前腰，结束买奥斯门，先花个1.2亿买奥斯门，对吧？再剩个1.5亿，是吧？匀给曼联1个亿，好吧？爱你
啊，感觉你不要2.7亿，你感觉你2个亿就够用了。买个奥斯门，如果还有钱，挖个前腰，挖个巴伊拉，是吧？一个巴伊拉，一个奥斯门，完事儿。啊，如果说没有巴伊拉的话，你如果说不要买前腰的话，你就买个奥斯门，再买个随便补点呗。哎呀，我都不知道你告诉我切尔西还缺什么？帕尔默可以拉右边去了，啊，可以的话啊，你告诉我缺什么？他感觉什么也不缺了呀，现在。左边锋，如果说不用莫德里克的话啊，左边锋确实可以买一个。左边锋买谁呢？现在如今市场上特别好的左边锋也没什么呀，也没什么。你说一定好使的，市场上特别好用左边锋，符合你的引援思路的，还真没几个。KLDSA， 你可以2.7亿买拉什福德，没问题。有没有兄弟赞成的啊？因为切尔西球迷觉得的啊，莱奥的话不知道他这个就符不符合你们个性，莱奥其实蛮强的。有没有这个切尔西球迷2.7亿买个拉什福德如何啊？没问题吧？啊，克拉兹赫利亚不要啊，克拉兹赫利亚不太行。KLD 送的锦囊，加油曼城，超牛卡，成英超 Big7，速赢。曼联只要赢个足总杯冠军就够了啊！足总杯冠军，你知道足总杯冠军是现如今英超含金量最高的冠军之一，拿到足总冠军就够了，不需要在联赛里边吭哧瘪肚往前冲了，都是愚蠢啊！下一个啊，已经出祁山了，准备直取许昌，加油切尔西啊！很多人都说我是车黑，但其实我真不是车黑，我真挺喜欢切尔西啊，萌萌的很可爱。不要再干黑了啊！别说我是车黑了啊，说出人真信了啊！加油切尔西啊！肖磊送你呢。联赛和曼城争冠有种无力感，足总杯请暴杀曼城。好的啊，阿新呐，我为你为我们喝彩，好吧？看我们如何教科书式般的告诉你们如何战胜曼城。近些年我们是赢过他的呀，去年赢了他了呀，去年2-1轻松取胜。那场比赛非常经典的，往后10年都会被别人对吧非常多次的提起啊！这次再复刻一下，裁判员来个千里护球，裁判啊 ，respect 啊，足总杯维姆利啊，来个千里护球啊，来个千里护球啊！再护一个，好吧，再护一个啊，再护一个啊！啊，成绩总送你的啊，成绩总送你的。乘1纳2力扫3 4-5车6慢老8慢8 out。一个赛季的失败并不代表各个赛季的失败，不是还是第8吗？啊，西部第8，湖人第几？湖人也第8，对吧？很正常呀。SUCRE 7，阿马德迪亚洛换个好教练带会成巨星吗？迪亚洛啊，踢球啊有点梅西的感觉。是吧？哎，左脚啊，搁边路折腾啊，稍微有这么点梅西的那个味道，有这么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迪亚洛的这个节奏感和控制感呢，和他的速度呢，没有梅西好，没有梅西快。巨星难度挺大啊，但是呢，成为一个球队的很好的右边路核心，还是右边路主力核心还是有机会的啊，右边路主力核心还是有机会的。维延期，桑乔还有未来吗？能重回巅峰吗？有，桑乔啊，有未来啊，桑乔在曼联已经没有未来了。桑乔就不适合曼联，这个球员感觉更适合像曼城啊、阿森纳这样的球队，控制球权的啊。巅峰什么叫巅峰呢？他达到这个贝林厄姆、哈兰德的高度不可能了，但成为一个豪门主力边锋还是有机会的。其他还要送300电池啊！斯堡还有可能第3春吗？帕尔默的最好模板是穆勒吗？帕尔默跟穆勒完全不是一码事啊！你要说现如今像穆勒的还是阿尔瓦雷斯，帕尔默应该要走古典强的路线了啊！你们可以去看看里克尔梅的录像啊，跟帕尔默真蛮像啊！看看里克尔梅的录像，就他那个传球和那个控球那一下，真的很像里克尔梅。那么斯堡还有第3春吗？斯特林嘎了啊！斯特林30多岁的速度型前锋，基本上就已经我们可以宣判他可以退役了。下一个啊，
没阿查的恰尔什怎么反驳 AC 米兰球迷说意甲没有含金量？他说这话不就骂自己吗？我去，你像这个叫做AC 米兰球迷说意甲没有含金量，不就是在骂他自己吗？就是意思就是 AC 米兰、尤文图斯没有竞争力，所以导致意甲没有含金量，是一样的呀。像英超也没有含金量，英超冠军，阿森纳、利物浦给曼城的压力根本就不够。英超什么时候有含金量？唯有在曼联跟他竞争的时候，可能含金量大一些啊，我也这么认为的。英超没含金量啊，意甲不知道啊，你只能说他说没含金量，就证明你们自己球队的这个他自己觉得自己球队能力不行啊。南瓜风两帽也真饿了，给联萨出转会方案。巴萨这个球队呢，现在转会太难做了，你知道吗？现在最难的其实不是曼联，是巴萨。首先呢，巴萨，你如果说按照你的现在的计划啊，假设你出售了阿劳霍和德容，你还踢啥？你这个后卫组合没有阿劳霍还踢什么？库巴西和滕森踢啊，还是和孔德踢啊？那还踢啥呀？别踢了，是吧？如果说阿劳霍留下来呢，你拿下德容呢，对吧？你可以买个苏罗门迪，然后呢，菲尔明、加维和佩德利去打。最好的方案是出售德容啊，最好的方案。最理想的是卖德容留阿劳霍，然后呢买苏门迪啊搭这个佩德里德容，然后呢中锋莱万呢如果留队的话，最理想的方案是卖莱万卖德容，然后呢买一中锋啊，然后呢买一个这个中锋啊，看看有没有马瓦雷斯劳塔罗这样的，然后买一个苏门迪啊，然后呢右边路用亚马尔，左边路放拉菲尼亚，哎，这么踢是最好的啊。如果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啊，至于曼联的话，就是先补索兰克啊、乌加特，先补中场前腰，补左边后卫、中后卫，剩下再说。下一个，手机电话肉300电池，卡塞米罗一世英名是不是毁在曼联了？在曼联背的锅比皇马10年都多。是的，卡塞米罗最近踢的真的不好啊，踢的真的不好。当然了，也是因为中后的原因，但这个赛季卡塞米罗其实下滑蛮快的。主要原因呢不是在于卡塞米罗，主要原因在于滕哈格。滕哈格呢给卡塞米罗设置的战术呢，让他当坎特用。卡塞米罗在皇马就不是以覆盖面广、跑动能力佳啊成名的，是吧？卡塞米罗呢在这个皇马他是以什么呢？叫选位啊，然后呢选位、关键拦截啊，然后呢这种东西成名的，位置感好。他在曼联能踢这个4-1-4-1，一个人覆盖50米，我的妈呀！我的胖虎的脚越跑越重，他真是踢不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战术体系当中啊，卡塞米罗真是难，真是难。那么在这个中后卫这个体系里又被别人乱冲，哎，卡塞米罗来曼联确实是晚年的英名被毁了，也不能说背锅吧，他工资很高，转会费也高。啊，确实蛮受罪的。第8对岸3部电池啊，其你是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时候爱上曼联的？我们那个年代人叫御三家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论坛都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是玩论坛，知道吗？玩论坛，玩贴吧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有没有跟我一个年龄段，就是我这年代人喜欢看《城市之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城市之间》。回答很多这个问题了。第一个，教练员会买一些足球周刊那时候都是曼联的新闻。第二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王朝末尾的球队，不太喜欢王朝当中的球队啊。所以说呢，这是第二，这是个人选择。第三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 WE 曼联，再加上一个湖人，湖人。对，所以说巴萨那时候最强，但是我个人不喜欢王朝巅峰球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个性格，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他正在巅峰的时候的，我喜欢他巅峰往下落的了时候的。所以说我当时其实蛮喜欢湖人，蛮喜欢科比的。同样的，宋俊囊啊，这个那个时候还有什么？那个时候哪有 RNG 啊？一提英联盟就是 RNG 是什么臭崽子？当时啊 ，RNG 是什么玩意儿？没有 RNG，当时 WE 一统江湖60亿，后来冒出黑暗势力 OMG
，RNG 那什么时候事儿啊都是，啊，问大总送的锦囊啊，其排一下我车球员在车的历史地位前8，其排一下我车球员在车的历史地位前8，排一下我车球员在车的历史地位前8。你车球员德罗巴、特罗巴、特里然后这个兰帕德是吧？兰帕德，然后还有谁啊？坎特、切赫、阿扎尔的算吗？阿扎尔算吗？恩佐吗？我觉得这有哥们说这个恩佐加了4感的65感的号啊，巴拉克这我确实是我他妈这我哪能很清楚呢？我只知道你们这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啊。马克莱莱、阿兹皮利奎塔，切尔西的历史，你要是前8名应该都是近现代的吧，是吧？都20年左右啊。阿布入主之后，之前切尔西没什么历史啊。芒特、埃辛、阿什利科尔。阿扎尔退役了还给你赚钱啊！饺子送锦囊，罗德里戈适不适合我车？适合啊！所有缺左边锋的都罗德里戈都挺好的，阿森纳、切尔西是吧？罗德里戈都蛮好去的，曼城其实也可以啊，曼城有罗德里戈其实也可以啊，罗德里戈是个好球员，哪个球队都适合。伊戈德厨子下床能引援来帕奎塔和金马良斯，那可太辛苦了。哎，其实我是建议不要帕奎塔，要巴雷拉。就是我要是给曼城做这个引援建议的话，我就是要巴雷拉，不要帕奎塔，巴雷拉不要帕奎塔，然后呢买金马良斯，帕奎塔呢能力是没问题，我操，感觉他怪，就是这个，万一查出点事儿呢，我去，一颗老鼠屎啊，是吧？万一查出点事儿呢，你这个不好说的，他身上有事儿啊，对吧？你万一查出来呢？所以说这个帕奎塔这个我觉得挺难，然后呢巴雷拉其实不错的，巴雷拉其实不错的，巴雷拉其实不错的，斯卡尔维尼其实也可以斯卡尔维尼。LE 总送你的非最佳11人和非黑人最佳11人谁更强？就是黑的11人和非黑的11人谁最强是吧？之前我们讲的是黑的强呀。黑的有巴佩，有贝林，两个1.81，对一个1.81，是吧？还有萨卡、莱奥，对吧？中场也是有这个一众悍将，对吧？中场后卫就别说了，法国帮，对吧？还有维尼修斯，对吧？维尼修斯那还是黑子强还没说现役，你要非现役的那就不好说了。非现役的话，那边有里奥、梅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那输了白赢有梅西有 C 罗，这个世界上还有球队能赢他们吗？场上赢了，场下也输呀，场上3-0。秀挖坑，赛季初你说恩佐很强，帕尔默水货，我还是觉得恩佐很强我觉得他不是核心，但是他是一个不是切尔西的问题。帕尔默确实最近表现不错，等等看吧。同人一马，下赛季欧冠谁希望最大？阿森纳能买休斯吗？下赛季欧冠谁希望最大？阿森纳能买休斯吗？下赛季欧冠谁希望最大？阿森纳能买休斯吗？下赛季欧冠谁希望最大？皇马呀。但是我觉得下赛季皇马，说不定就是人家讲的大热必死是吧？大热必死下赛季皇马是有点机会的是有点机会，是非常热的，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扛住这个大热必死然后曼城就这2个队呗，其他队他们都后边跟着吃灰了。能把欧冠玩成二人转的也就是2队。下赛季皇马有多强姆巴佩、维尼修斯、罗德里戈、普拉辛迪亚斯，是吧？恩德里克，我去，然后这个巴尔韦德、贝林厄姆
啊，楚阿梅尼、克罗斯、莫德里奇不好说啊，居莱尔，然后这个耶罗啊，米利唐、吕迪格、阿拉巴啊，卡瓦哈尔、门迪、库尔图瓦、卢宁啊，可能还有个阿旺佐戴维斯。看法文加啊，无敌了。哦，约罗啊。下一个梅亚查总体能，巴耶拉下窗哦，维尼修斯不会去阿森纳的，买不到的啊，你最多买到罗德里戈。维尼修斯这个赛季表现太好了。巴耶拉下窗会离开梅亚查吗？看情况吧。国米没有分卖品，就是张氏国米没有分卖品，只要给钱都能卖，这就是他的执教思路啊，这个执掌思路啊，国米。你要是8000万，就8000万以上，估计他就要动了，就要卖了。朋友叔叔，如何看待昨天滕从赛后逆转变成提前捧杯？就别尬黑好吧？滕哈格他赛前给球迷鼓劲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任何问题啊，赛前，对吧？你们别尬黑好吧？对不对？很霸气啊，滕哈格昨天穿的很板正，很帅。梅亚查个人感觉卡塞米罗挺适合国际米兰，巴耶拉搭配恰尔什。卡塞米罗确实适合国际米兰，卡塞米罗还适合哪？其实卡塞米罗这个赛季适合国际米兰，适合拜仁慕尼黑。其实如果说啊，拜仁东窗有个卡塞米罗，我感觉你进欧冠决赛了。实话实说，卡塞米罗真的很适合这种能踢防反的球队。哎，能踢防反的球队，卡塞米罗啊，我觉得去。类似于去拜仁慕尼黑、去巴黎，包括去这个国际米兰都可以，啊 ，AC 米兰也可以，啊，他其实是可以的，啊，可以，吃熬夜了，其排一下我城历史地位前8，我操，你城上哪弄个前8名去啊？阿圭罗、德布劳内1、2，是吧？然后谁啊？飞鸟，啊，飞鸟，阿圭罗、德布劳内，啊，飞鸟。然后这个可能哈兰德都得算进去了，第二个席尔瓦，哦不是第二个席尔瓦，大卫席尔瓦，孔帕尼，是吧？啊，孔帕尼，啊，亚图雷，啊，罗德里，这还没退役呢，我去就进前8名了，这东西现在说的有点早了，啊，你曼城现在呢，曼城历史前8名，我说实话，等这批人退役，感觉这批人一半都要进去，啊，一半都进去，就是等这个。瓜迪奥拉这批人退役啊，一半都是进去，啊，一半都是进去，不是进去啊，一半都是入选，对吧？你像罗德里啊，你包括这个阵容里面像哈兰德啊，你包括现如今这个菲尔福登，是吧？你包括这个德布劳内，对吧？这4个就占4个坑，白买占4个坑，啊，白买占4个坑，对吧？他一占4个坑，你后边人都跟他后边嘛，凯尔沃克，对，还有凯尔沃克5个了啊。饺子，切尔西买罗德里戈、阿劳霍、奥斯门能不能争冠？包的老弟啊！你要能买到罗德里戈、阿劳霍、奥斯门，你必争冠。不争冠你炒了吧，保持教练。罗德里戈也有了，左边锋也有了，阿劳霍居中卫也有了，奥斯门中锋也有了，包的老弟啊！你这2.7亿好像刚刚好，奥斯门1.2亿，阿劳霍1个亿。啊，你还不够的钱，你这对方得准备4个亿啊，饺子啊，一个下窗收4个亿。下一个剑球流送你呢，预测一下我阿杯赛成绩，莱万罗克换恩佐行吗？预测一下阿根廷的杯赛成绩，莱万罗克换恩佐行吗？阿根廷的杯赛成绩的话，对于现如今美洲杯的形势的话，还可以吧，美洲杯只能讲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美洲杯其实乌拉圭挺强啊，乌拉圭是一个顶级的搅屎棍，对吧？然后巴西呢，维尼修斯今年那么猛，梅西今年伤病变多了啊，所以说呢，今年美洲杯还不好说，只能说呢看情况吧。阿根廷肯定还是热门啊，因为阿根廷、乌拉圭、巴西三家吧，这3家。乌拉圭那个队伍挺猛的，然后莱万罗克换恩佐，
我感觉好像双方都挺乐意啊。巴萨也同意莱万客换恩佐，我估计这个都觉得最起码恩佐能多卖点钱啊。然后呢，这个切尔西这边也愿意啊，切尔西是吧？挺好啊，挺好啊，有啊。莱万也去切尔西啊，吃40万周薪啊，然后这个罗克吃15万周薪，两个中锋也有了，对吧？啊，互换啊，蛮好。巴萨不是缺后腰吗？巴萨不缺这个后腰，巴萨缺的是防守型后腰。恩佐啊，人家现在防守退步了。小天才坎特总送你呢啊！来个头球技巧教学。昨天泡沫头球太难顶了。头球呢，我小时候不太练的，因为练多了说是变笨的，所以说我从来不练，知道吧？我觉得而且我本身呢，我其实弹跳很高啊，我以前能摸框啊，我身高的摸框其实弹跳已经跳得不矮了，对吧？但是我基本上不怎么练头球，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头就顶，因为我怕疼，我这个人从小我打针我都怕疼，别说用头顶球了，但是我练的比较少。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教你啊，就是头球有一个第一要素是什么？啊，头球第一要素是什么？啊，我给大家讲啊，头球第一要素不是什么那种部位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头球第一要素是你的眼睛不能闭眼，不能这样，头球是不能这样啊，你一定要先不怕球，不怕球，把眼睛先睁开，睁眼，哎，先睁眼，其次呢，这个要判断落点啊，其他就没什么了，然后呢，在前点要甩，在中点和后点不要甩，要顶啊，其他没什么了。顶级的部位就用这个部位啊，这个部位看到没？抬头纹看到没？我的王字看到没？老虎这个王字看到没？用这个王字啊去顶球啊。我敢投球啊，但是我不太喜欢投球，感觉投球都笨笨的。不是听说投球不算进球吗？冯小汉。皇马球迷说6号位建议跟我磨光头6号位换换啊，谁啊？楚阿梅尼啊，楚阿梅尼说垃圾，你告诉我全世界有几个比楚阿梅尼好的？中生代啊，全世界有几个比楚阿梅尼好的？对吧？没有几个比他好的。巴萨不是会员制吗？他们会员捐点不行吗？巴萨不是没钱啊，巴萨很有钱，知道吧？巴萨什么情况呢？是他的这个西甲的工资帽，他的支出太高，收入太少，花不出去啊，知道吧？花不出去啊，花不出去不给用你像这个当年孟三的工资太高了啊，老一辈出去玩3点吃，你去玩美式橄榄球，被美国大汉撞一下，会不会在床上躺1个月？我玩过橄榄球啊，我感觉那个东西不怎么，你首先第一有护具，第二你要是会摔，根本摔不疼。像你们这种一摔个大马哈的，但是你们笨，你知道吧？真正对抗运动做多了，你第一要学的就是怎么去摔，怎么保护自己。摔倒之后你要滚啊，要流畅的滚。圆润的滚，是吧？你倒在地上的时候要顺势一滚，对吧？随时随地准备滚啊！你这样的话基本上撞不疼你啊，接力打力啊，在地上滚2圈，力量就全卸完了啊，全卸完了，对吧？你们内马滚那是保护自己这种方式，很多人都黑内马，我觉得你黑的是错的。内马滚10圈，每一圈卸层力，滚到第10圈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力量作用在他身上，这种接力打力就深谙太极精神。我一般滚3圈，你地上一滚2圈起来。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身上会有点伤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化劲啊，就太极八卦掌，关键是滚一滚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居然左边路金边桥，右边路是曼联梅西，昨晚没赢，没赢，同生一马。当年的鲁尼小小罗组合跟现在的布丁连线哪个强？布丁强啊。布丁互补啊，鲁尼跟小小罗又不互补，是吧？你要说是 C 罗职业生涯遇到最好的队友是谁？我去，这说不上来。本泽马吗？本泽马，
本泽马啊，本泽马，我就还感觉这个还莫德里奇啊，感觉好像还真说不出来。他不像这个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就是德布劳内，是吧？啊，我觉得哈兰德不会遇到比德布劳内更好的中场，真的啊，实话啊，我觉得啊，冯小汉全方位对比索菲扬和奥雷利恩在6号位的功能，不用比了啊，索菲扬不如无锡，索菲扬真的，啊，索菲扬不如无锡，不用比了，索菲扬新飞扬。其实阿姆拉巴特，我跟他讲，这个球员其实蛮有前途的。阿姆拉巴特，他未来退役之后，我感觉他副业我给他找好了，啊，副业，他完全可以去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叫做这个健身教练，啊，入行健身教练。我记得以前小岛上有一个什么网红叫什么778，是吧？啊，当健身教练开个健身房，我没毛病的。我觉得私教课一堂课的身材，妈的，人家一看他练得好啊，啊，你送完之后就说不定一堂私教课卖个几万块钱。加油吧，啊，加油吧，阿姆拉巴特啊，加油吧，啊！喝醉的小弟从在面吃。英超谁最像哥哥？有大满败。英超大满败没有吧？啊，没有大满败。大满败挺难的啊！大满败你在英超相当于你要输给过西甲，输给德甲，输给法甲，输给意甲，输给中超，是吧？才能形成大满败，啊，就是你既要在这个，因为他其实他输给那个球队，其实有些时候你不能用5大联赛形容了，你得用这个中超、印度超来形容了，挺难的，啊，凯恩也没输过中超呀，凯恩。下一个啊，兰博送3面池啊，这个多特准备买贝林他弟乔贝林，现在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呀？改付单价，明年后能上卖1个亿吗？多特准备卖1个亿买贝林他弟，乔贝林现在什么水平？我还真不知道。贝林还有弟弟吗？啊？他弟叫什么名字啊？我提前观察一下啊，我这不知道啊。贝林厄姆的弟弟。哦，乔布贝林厄姆，在桑德兰，1.91米，75公斤，桑德兰的7号，什么位置？中锋、前腰和中前卫都能踢，啊，我还真不知道啊，没怎么关注过他。我说这个世界上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吗？哎，我感觉他弟更帅一点啊。哎，我感觉他弟弟更帅一点，真的。他弟弟好像白一点，他弟弟好像我看看啊，切尔西、拉齐奥、多特蒙德都有兴趣签下这个球员。18岁1.91米，看看吧，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个5大联赛踢一踢啊。肯定，他如果说他这个身体状态，他不会差哪去啊？他踢中场，啊。下一个啊，不爱吃苹果，瓜不用边后腰，边路空间大，是否买右边后卫？可以啊，买个弗林彭其实蛮合适的啊，买一个右边后卫突击能力的比较强的。其实你曼城要是想打4后卫体系，是要买一个进攻型边后卫。你现在的边后卫。格瓦迪奥虽然进化了，但是我感觉踢欧战去进攻还是差一些，还是有一个进攻型边后卫好一点。你看，像塞季莫就是把边后卫空间又拉回来以前的边后卫进攻了。如果说你能有一个更好的进攻型边后卫，可能会轻松一些啊。所以说你能买的话，肯定最好了呀。可以考虑弗林彭啊这样的球员啊，跟弗林彭也谈了是吧？啊，水晶发这个3面池，你接不接受大你10岁的女朋友？你就问我这个问题，就是问你自己呗，是不是你现在就有一个大你10岁的选择啊？啊，我是觉得呢，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跟年龄无关，啊，跟性别还有点关系的。我一说跟年龄无关，底下人，不说啊，跟那个，我觉得什么呢？跟年龄无关啊，情不知所起，故一往情深。
很多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你这个感情、爱情是从哪来的，那来了呢，你就把握享受呗，对吧？保持理性，不要太恋爱脑。但是呢，很多时候，还是这个享受其中啊，享受其中。下一个猫都不养猫王楚其处纯萨黑，明年5大联赛前景谁黑马？我又成萨黑了，我不是八狗吗？我现在是我如果说要是这个放在西甲的话，那我就属于是双向间谍，八狗加大黄，我去。明年5大联赛前景谁黑马？明年5大联赛前景，明年5大联赛的前景谁是黑马？巴萨呗，那巴萨是黑马，好吧？巴萨明年西甲冠军、欧冠冠军，巴萨黑马。我感觉你要说黑马的话，切尔西应该是黑马。切尔西应该是黑马。欧冠的话，可能勒沃库森不算黑马了，欧冠肯定强。切尔西是黑马。下一个滕哈赫，齐胜对我现在的引援，我是否留任什么看法？我希望你留下，滕哈格我希望你留下，因为如果说你能留下的话，对于曼联来讲，最起码不会找别人背锅了明年再说吧，希望你能留下。引援买中锋、买后腰、买边后卫得完事儿，买个中锋、买个后腰、买个边后卫，买个索兰克、买个乌加特，乌加特拿下，曼联万事可期，乌加特还是很抢手的。索兰克阿波德罗送他点值。姆巴佩、贝林厄姆、哈兰德分别都还欠缺哪些技能点？姆巴佩差个任意球，差个头球姆巴佩现在感觉还没修满呢，这个地方不太行，头球不太行，任意球不太行。姆巴佩，贝林厄姆呢？贝林厄姆呢，作为一个中场球员没什么缺点了，但如果说作为一个历史级别的球星呢，我觉得呢，比赛的参与度进攻参与度然后哈兰德呢，作为一个中锋，头球其他也没什么，任意球，这3个人也都差任意球11.83电池，欧超是不是没戏了？哈兰德的盘带练不出来的，知道吧？哈兰德他练不出来的东西不要说了，你看姆巴佩头球，哈兰德头球能练出来的，哈兰德的盘带练不出来的，他的身形就局限了他的盘带能力。因为他离球远你的什么叫离球远？就他的脑子，你看他那个1.9米，他离球就远他的头跟脚离得远对吧？重心高11.83电池，欧超是不是没戏了？没声音了，欧超嘎了，戛然而止，估计我感觉是没戏了有戏也没用。你看曼联什么队不参加，你那几个队自己玩，什么阿贾克斯自己玩，谁跟你玩还是欧冠吧，感觉没戏了。你说皇马搞欧超搞得如火如荼的，今年他竟然进了决赛，欧足联没整他，是吧？我说实话这个你真是，甚至在这个半决赛当中，最后的判罚上，皇马还有些获利的，这个都没想到的3季初我们预测欧冠冠军的时候，其实考虑到这个点，是吧？考虑到这个点。既然这个在欧半决赛里边没搞他曼城拜仁放一块了还没整是吧？那不也整了拜仁吗？那不也整了曼城吗？他那个分组就要搞那圈其实那个抽签都是假的，那个抽签他是怎么抽的呢？欧冠抽签它都是假的，确实你这么讲确实搞的他那个抽签都是假的。什么假呢？就是说你上去抽签呢，冷热球知道吧？他不是说这个，就是他里边这个圈是正常给你摆，主持人这样给你晃，他冷热球冷热球就是有一堆冷的里边有个热的你选个热的一堆热里边有个冷的，选个冷的抽签都是假的。今年要把曼城抽到下半区决赛的话，估计就是曼城和皇马。LGS
和一个学院有仇，最近比赛我们怎么赢他们？好好踢球，好好防守，好吧，硬朗一些，做好防守就能赢，啊，做不好防守就得输，团结一致，啊，中心团结一致，好吧，向上，啊，拼搏，啊，只能这样了，做好防守，啊，我的天哪，这有当代大学生吗？说话太吓人了。梅亚长220送你呢。英超只要稍微查一下，会不会比电话门还厉害？英超只要稍微查一下，会不会比电话门还厉害？英超我跟你讲啊，应该还不至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英超这帮人呢，互相恨不得对方对方赶紧死，所以呢，他们基本上瞒不住事儿。啊，基本上瞒不住事儿。但是呢，英足总肯定不干净的。我跟你讲，英足总100%不干净。英足总。而且英超为什么要查呢？我是觉得呢，英超现在如火如荼的，对吧？大家都这么玩，规则上说得过去就行了。哎呦，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光明，也没有绝对的黑暗，水至清则无鱼。啊，下一个同生一马，药厂这赛季赛制算人工造神吗？太变态了。药厂今年我不想说药厂有狗运，但他真的有狗运，真的，我不想说这话，但是他真的有。绝平太多了，但是肯定不是人造的啊，不是人造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啊，不是肯定不知道，他从出道打到现在，拜仁德甲对他的照顾其实没多少，啊，因为拜仁那边其实对他也没什么，拜仁球迷对他也没什么意见，他确实是赢了拜仁啊，正面对抗啊也赢了啊，这肯定不是人造的，肯定是确实运气是不错的，而且能力是很强。哈兰德不去世界杯，下赛季曼城买什么人最好，更提升实力？你要说买什么人最好嘛，那多了去了吧。那你要是考虑到实用性和经济效益，弗林彭拿下，是吧？然后呢，可以搞一个巴耶拉啊，基本良斯完事儿了，不需要买任何人。碧玺走了的话，维利尼亚其实挺好的，但是维利尼亚呢还做不了碧玺的右边锋啊。对，穆夏拉很好，穆夏拉，但是穆夏拉来呢，我感觉难度挺大。梅亚长的220，现役曼联和国米谁阵容更豪华？踢一场谁主动点？妈，国米拿什么跟曼联踢啊？国米踢不了的。曼联全正阵容的话，在今年还是有很强竞争力的啊。国际米兰这个球队，对吧？你现在跟曼联踢，主动权肯定在曼联手上，是吧？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主动权肯定在曼联手上的啊。曼联跟国际米兰打，我觉得曼联的胜算还是很大的，70%吧，70%吧，3-0。啊，国际米兰的嘛，今年嘛，那个水平嘛，那中场后220啊等等确实是不错。但是呢，曼联这边如果是全正阵容的话，卡塞米罗加科比其实也不差的，是吧？而且如果在曼市踢球啊，意大利人受不了啊，意大利人受不了啊。我觉得曼联应该是轻松取胜。他家给我滚蛋！南瓜很美丽，奇也还活着，哼，谢谢你啊，哼，谢谢你。好，兄弟们，下班了啊！最后啊，让我们给曼联战胜国米。让我们给曼联战胜国米这个来点这个那个啊，下一个啊，NA 送3枚电池，贝林、威尔茨、穆夏拉3选1，贝林、威尔茨、穆夏拉3选1，肯定选贝林啊！现在贝林，然后第2穆夏拉，第3威尔茨，这还用说吗？腾奥给我滚蛋！车子下赛季欧冠冠军，我相信车子。我也相信，拜拜，兄弟们，拜拜，啊，我也相信车子啊，肯定选贝林啊，下班了，兄弟们，下班了，贝林毕业8亿啊。